上周9月11号911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突然遭受了一波非常奇怪的进攻。就在这天晚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周围的市民偶然拍到了一组画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组画面非常清晰。夜空之中有那个飞行物在天上飞，据说飞的方向就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的人拍到这个画面中间呢是一个飞行物在天空中非常亮，而有的人拍到的画面呢好像是一组。也是飞行方向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于是乎就有人给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打电话说不好了现在有无人机向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飞过去了。大概在7点半左右的时候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就接到了这个消息，说有无人机飞过来了。于是他们呢就赶紧搜索，一搜索可不得了说这个飞机的跑道上方真的就是有无人机。于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马上宣布飞机停止起降。大家都知道飞机在起飞降落的时候速度也是非常快基本上这个速度是在200到300公里左右每小时这个速度撞上鸟，飞机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如果是发动机里头撞上鸟，有可能导致飞机发动机的这种损毁然后也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所以在飞机场的上空要求是净空，净空就是不能有任何飞行物。但你想想，无人机飞到机场上空那还得了所以这个时候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就宣布停止起降。我真的服了，天津机场有人在上面飞那个无人机，现在都满了快1个小时了，还正排查呢。哪个缺心眼的在机场飞无人机？但是当时已经有很多飞机飞到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等待排队要下降于是那飞机就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上空开始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据说有的飞机是转了10几圈。当时飞机已经抵达天津机场上空，但是明显感觉到飞机在盘旋，迟迟不下降，而且也没有听到飞机起落架打开的声音。几分钟之后传来机长广播的声音，前半段这个声音呢我没有录上。他说的是，由于天津机场上空出现无人机干扰，为了保护乘客安全，天津机场关闭，飞机将备降石家庄正定机场。那后面这一段呢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听一听。油量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停播半个小时过后，估计天津机场也不会开放，所以说我们决定先到石家庄备降，一会儿等天气有了消息了过后，然后我们再往天津飞。其实现在也是个信息时代，大家落地过后也可以看一看，天津机场确实这么长时间没有起降，在此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不方便还是给您道个歉，祝您旅途愉快，谢谢。最后没办法了，就这些飞机就备降到了旁边的机场，有的备降到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有的呢备降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说是河北石家庄的正定国际机场。据说到了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间一共有23架次延误，有8架次被取消，还有32架次就备降到了周围的机场。受影响的旅客呢有3000人。本来以为这事儿就快过去了，但是没想到到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又再次发现说机场东侧又再次发现无人机。这一折腾，这飞机机场根本就没法用了，所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直接上升了预警的标准，就上升到了黄色预警，就整个机场的出港和进港全部停止了。也没用，我也得去前面问，您稍等一下好。没事呗。赶紧帮我们过一直折腾到了9月12号早上6点钟左右，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才算是恢复了正常。而很多旅客在这个过程中间，那就折腾着了罪了啊！只要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天津到石家庄很近，40分钟就到了。我们看机场也是停满了一架接一架天津方面过来的飞机。我们到酒店已经1点多了，办好手续住进去都已经1点半快2点了。酒店早上接到通知在早饭过后大概9点钟接我们回机场。那我们到天津呢都已经是中午了，好，开车回家。而有的呢乘客呢是飞到了大兴国际机场，到了大兴呢，因为离天津比较近，有的人就打车，花了1000块钱，这打车费直接回到了天津。所以你别看到这无人机这事件啊，对天津的这个飞机机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大家都以为这件事情啊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到了9月12号的时候，这个无人机啊再次来了。这次来的据说还是多架次啊。整个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在9月12号的晚上，再次陷入到了跟前一天一样的瘫痪状态。又说无人机了，我们现在又在这样。昨天没飞成，今天又说无人机，这啥无人机呀？2天都找不着它。一连2天，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遭受到了无人机的攻击，那一下子就上到了微博的热搜啊。当时啊，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啊，说是无人机吗？不太像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中国的无人机啊，在生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首先都是实名制。其次呢，这无人机，中国的民用无人机里头啊，都有各种管制，比如说空域你只能飞到120米，不能再高了。其次呢，就是在中国的境内有很多禁飞区，这禁飞区里，比如重要的区域，比如说北京市，整个北京市5环范围内全部是禁飞区域啊。然后全国各地的机场、军用机场、民用机场全部都是禁飞区，也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里面啊，比如说军工厂啊什么之类的，大坝呀什么之类的都是禁飞区。那么这些禁飞区不是说靠你自觉不能飞，而是这个无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就设置了电子围栏。什么叫电子围栏呢？就是你无人机你起飞之后，你要靠 GPS 导航嘛，这 GPS 要依靠北斗的系统啊。那么北斗系统里头，它就把这些禁飞区的地图直接植入进去了。那么无人机你就飞不到这个电子围栏里。假如说你的无人机啊就在电子围栏里，那你就起飞不了。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无人机啊，在中国的北京，在北京的5环内，你其实无人机你要飞的话是起不来的，就起飞不了，因为就在电子围栏里面呢。那么假如说你在电子围栏外，你想要向电子围栏里飞，比如说啊，你在这个北京的郊区，你把无人机起飞了，你想往中南海飞，你想看一看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里每天都干什么，对不对？那肯定有人好奇嘛，是不是每天都在这个朝9晚5的这治国理政啊，是吧？我跟你说，你飞不过去，你这个飞机只要飞到北京的5环，它就不往前飞的，这就是电子围栏的威力。你比如说，你想往天津的滨海国际机场飞，你飞到那个电子围栏的边缘，这个无人机要么就会迫降，要么就会返航。所以中国所有的民用无人机，其实这个电子围栏的威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人就说了，肯定不是无人机。那么是什么呢？有人就说了啊，这就是丑国想趁着兔子测试003期间，派出黑鱼和高科技飞行器搞间谍破坏活动，被兔子发现后受到了电子战压制。事件发生后啊，丑国高科技飞行器想继续深入搞事情，飞入天津上空时引发了兔子的紧急反应，派出科技狠活，迅速包围相关空域，并部署了电子干扰设备。美军现在厉害啊！美军呢，据说啊，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反重力飞行器。这反重力飞行器啊，厉害了，据说飞行速度5马赫，来无影去无踪啊！哎，专门就到天津这个地方挑衅一下，测试一下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你想想，9月11号这天，那不是美国当年遭受袭击的日子吗？对不对？而且天津这机场，你想想，地理位置也特殊啊，既不是北京，但是同时呢又离北京非常近，就在京畿重地啊。哎，这你要折腾一下，那对中国的这个挑衅，那效果是绝对是 No.1， 对吧？所以有人说了，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啊，绝对就是境外敌对势力，不可能是无人机。也有人说了，
UFO。你想啊，中国的低空民用无人机世界第一，否则不可能乌克兰通过波兰买咱们的无人机，对吧？直接买北约就行了。那咱们自己的水平世界第一，然后连续2天几个小时没有反制，这可能性是0。况且咱们的无人机管得多严，从你买机器那一刻开始就有人盯着你了。那有没有可能是境外的那个？那也不可能，你要知道渤海那是中国的内海，主权性质跟领土没任何区别。那从威海到大连那条线，你别说现在了，就是94年最危急的时候，那小鹰号也只是在黄海，它不敢进渤海。那你说是什么原因？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技术领先的太多了。那你说是谁吧，对吧？老百姓传的绝不是白骨精放屁。怎么讲？空穴来风。在中国的这机场里头也遭受过这种 UFO 的袭击啊。那前些年，那杭州萧山机场就有那个不明飞行物啊飞过去啊，当时就是整个机场也关闭了。不过事后证明，萧山机场的那个好像就是私人飞机啊，不是什么 UFO 啊。但总而言之吧，就是大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啊。但我看到有人分析说，还是属于无人机。为什么呢？说虽然说啊，中国的民用无人机啊有电子围栏，但是啊，这个电子围栏呢，它依靠的不是北斗导航系统吗？但是这套系统啊，其实可以解锁。会导弹的，我有把玩无人机，我知道，它那个 GPS 信号，它那个正常这种气压区啊，禁飞区啊，它不能飞，它除非拿那个特殊的东西故意把那个 GPS 信号屏蔽了，它才能禁飞区起飞。信号系统开坏了吗？搞破坏，它从你进的那个落地那个跑道停到无人机，你飞机正好从那个无人机经过的地方落，吓不吓人？这个解锁的难度啊，并不是特别高，你把它解锁了，这无人机其实就是可以飞到禁飞区上面。还有啊，有人说可以自己组装，你比如说现在俄乌战场上，那乌克兰啊，当时现在不是搞了很多无人机嘛，就炸那个俄罗斯军队的那些无人机，早期是买大疆的，后来他不用买大疆的了，就自己用3D 打印机都可以做了，成本非常低。而且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这个禁飞区的概念啊，所以现在生产一个不受电子围栏影响的无人机，成本并不高，技术含量也不高，自己组装，这是一种方式。第二，有人说了，其实这个无人机也有可能是线控的，就是后面尾巴上装了一个线，这个线呢是个光纤，这个光纤的长度可能有几公里。这光纤呢有个好处啊，就是它是线控操作，就是你的操纵器跟无人机之间通过这个导线直接进行操纵了，它完全不用无线的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北斗系统对它也就没有用了。还有人说，甚至不排除它实际事先编好了一个飞行轨迹的程序，那么呢，我不需要操控它了，对吧？我只是为了戏耍你一下呀。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也拿它没办法啊。那么还有人分析说都不对，其实很简单，你就从境外买一个无人机，其实中国的电子围栏就失效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电子围栏都是中国的无人机生产厂家设置的，境外的无人机生产厂家是没有把中国的这些电子围栏装进去的。同理啊，境外有很多禁飞区，其实中国的无人机生产厂家也不会把它装到电子围栏里。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初不是有中国的网友在日本横须贺基地拍了那2栖攻击舰吗？就在2栖攻击舰上飞过去了。飞过去之后，拍完视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播，消息传到日本，日本舆论大哗呀。所以后来不就是禁止所有的中国人进横须贺基地了吗？那个说明什么？那个说明就是横须贺基地，首先它是禁飞区，其次呢，就中国的无人机里头并没有内置横须贺基地啊是禁飞区，所以你拿着中国民用版的无人机在横须贺基地飞没有问题。但反过来，那么境外生产的无人机啊，在中国境内飞，那么中国境内的那些禁飞区那个电子围栏也就失效了。所以有人说，你可以看到了啊，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神秘。有若干种办法都可以打破电子围栏，然后呢，就是用民用版的无人机把整个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折腾个天翻地覆。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件事情啊，总体来讲可能还就是无人机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啊，那就是一个无人机，也不是美军的飞行器，怎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连续2天的时间
就没把这无人机给整下来呢？也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呢？大家注意啊，这个新闻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新闻发布过程中间都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要知道，在中国啊，你随便在禁飞区里飞无人机，这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判很重的刑罚。别说这个了啊，就前几年那河北不是有一个禁飞事件吗？那有人就是把无人机飞到1000米的高空啊，在地面进行航拍、航测，结果刚飞上去，战斗机就飞过来了。战斗机飞过来之后，把那个无人机给迫降了，前后时间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是空军的雷达首先发现了无人机，于是立刻就过来了。立刻过来之后呢，就采取措施啊。最后这几个人马上给抓起来了。抓起来最后的后果是什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呢，多重啊！而且你看那个反应速度。但是现在这件事情的蹊跷之处就在于，整个这件事情从9月11号到9月12号，连续2天，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闹得大闹天空，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别说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了啊，连那个飞机、无人机也能被把它弄起来。我们都知道，那飞机场一般来说都有那个反无人机的那个枪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像那冲锋枪一样的东西啊，就对着无人机呱呱呱打扳机，那无人机一般来说就会降下来了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就是用那个无人机的那个频段，频段干扰信号，干扰这信号，要么让这无人机返航，要么让这个无人机来失效。为什么呢？为什么既没有搞到无人机，又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呢？我这2天啊，也在国内打探了一下啊，也了解了一些信息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是9月11号这一天，公安部有一个副部长就在天津开会，所以事情发生之后，这位公安部的副部长啊，就亲自赶到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因为这件事情属于犯罪嘛，所以就组织公安力量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想办法迫降无人机，第二呢就想办法抓到这个无人机或者犯罪嫌疑人。结果没想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所有的反无人机的武器全部失效，对着那个无人机啊拍着，咣咣咣一顿扫射，没效果，结果这无人机就消失了不见了。而且据说啊，当时还起飞了自己的无人器，想追踪这些无人机啊，结果呢都没追上，丢人丢的有点大啊。到了9月12号这一天啊，不又出事了吗？天津市的市长都坐不住了。你想想，天津作为直辖市啊，几架无人机就把整个天津机场给折腾得鸡飞狗跳。所以天津市的市长也来到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结果仍然没有找到无人机是谁操作的，也没有抓到无人机。大家留心这么一个细节，9月11号那一天，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面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啊，基本是按小时来披露信息的。7点半接到信息，然后呢到10点半有多少架次，然后延误啊，然后备降，到了11点左右又发现无人机，然后升级预警啊，变成黄色预警。但是到了9月12号这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了，这些按小时披露的信息基本都没有了。为什么？实在是丢人。而且你可以判断，这一组人啊，我现在不知道这背后是几个人呢？这组人9月12号这一天一定是有意来挑衅，因为他一定是知道9月11号这一天嘛，折腾完之后，9月12号这一天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一定是严防死守啊，一定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准备都做好了。结果就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机又来了之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还没抓到无人机，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所以啊，到了9月13号这一天啊，北京驻扎在北京的陆航团，直升飞机的陆航团直接飞到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旁边6公里处有一个直升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到那儿去了，就准备什么呢？如果9月13号这些无人机再起飞的话，陆航团的直升飞机将起飞，把这些无人机啊直接击落。结果没想到啊，到9月13号的时候呢，这无人机啊不来了啊。那么这些陆航团的这些人呢，直到现在我听到的消息还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旁边驻守着呢。而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内部啊，也是各种各样的严防死守检查，没有任何办法。我听到的消息现在是当地公安部门呢，开始把那些报警的人都抓去了，让这些人讲，说是真的是无人机吗？不是吧？你再想想。是不是好像就是不明飞行物？而且呢，据说是机场自己的那些摄像头都没拍下来，据说都坏了。所以现在呢，
解决的思路又沿着过去那种方式啊，既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什么是提出问题的人呢？那不就是网上有些人爆料说这是无人机吗？然后还有人打电话报警说这是无人机吗？要查这些所有这个打电话报警的，是不是就是他们干的？据说是查了几天，也是毫无头绪啊。所以现在整个这个事件的定调就不再向无人机方面定调了啊，尽量就说是不明飞行器。哎呀，整个这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事情啊，大致就是如此啊。最后我说几句啊，中国过去啊这几年呢，一直认为自己是无人机的技术独步天下啊，因为大疆现在确实在全球民用版的无人机市场上没有对手。那美国的无人机现在基本不是对手，它的竞争对手也在中国啊，在全球的无人机市场中间是占有率啊，基本也是一骑绝尘。中国对自己的无人机技术啊非常自信。但是啊，就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中国的无人机的技术啊，没有想象那么高。我们知道，这无人机技术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你其实也是对付无人机的能力。这两个技术一般来说是相得益彰的。你生产能力强，你防无人机的能力也就强。因为你生产的那个无人机，你知道它是怎么飞过来的，你才能根据这个技术进行反制嘛。但是就是9月11号、9月12号这2天，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暴露出什么？暴露出中国的反无人机的技术啊，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强。我看网上也有人分析了，这还是平时呢，是吧？就是几架无人飞机就把整个一个机场差不多搞天化了。那如果是战时呢？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呢？那这无人机来了之后，就这么没办法。那你整个这个民用航空市场的安全如何保障啊？别说安全保障了，你这整个民用航空市场的秩序怎么来维持啊？第二点就是什么人在搞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些人背后的目的一定是挑衅中国的航空安全管制这个机构，这一点应该非常清楚。就是9月11号这一天，有人观察到这些无人机啊，它实际上是出行有些规律，这飞机一停它就出来了，悬停了，而等你这边的措施一搞，它歘把这灯光一关就消失了，不见了。然后等你这边觉得没事了之后呢，它又在那个机场的东边又出现了。你就可以看一下它整个这些措施就跟这个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在捉迷藏，就是挑衅你，就是认为你拿它没办法。现在目前为止，正在排查现场的无人机已经没有的情况，但是不排除等会儿它还会有，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稍微等候一下。厉害！如果后续没有的话，我们就会立马推出。如果你有其他的服务需求，请告诉我们。那这么什么人胆子这么大敢做，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动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以他自己认为的这套技术体系来挑衅整个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这个无人机的防备这个系统。那么事实证明呢，那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啊，面对这样的一个团伙啊，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团伙啊，现在是完全处于下风。那么不管怎么说吧，就这么一个新闻事件啊，我觉得至少提醒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的民用机场啊，真的提高自己的反无人机的水平了。有人不是建议吗？说最近中国啊，好像出口给阿拉伯啊、沙特啊一些激光武器。这激光武器啊，就是可以在几千米范围内直接把那个无人机啊或者什么目标给打下来。以后这机场得装这些东西，不装这些东西的话，那无人机啊再来的时候你就更没办法了。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要是坏事变好事，那就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机场啊，能够就这件事情举一反三，然后呢提高自己的整个无人机的防范水平。否则的话啊，那还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哪个缺心眼的在机场飞无人机？这就是丑国想趁着兔子测试003期间，派出黑鱼和高科技飞行器搞间谍破坏活动，被兔子发现后受到了电子战压制。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技术领先的太多了。那你说是谁吧，对吧？老百姓传的绝不是白骨精放屁，怎么讲？空穴来风，一会儿变成三角形，一会儿变成鸭蛋形，哎，都隐隐约约看到了什么？包括可能云彩的颜色，哎，有点可能不一样，怎么样的？我一直相信人们不是唯一，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正常。就像今年在无人机市场上，中国的公司已经是全世界遥遥领先。昨天没飞成，今天又说无人机，这啥无人机呀？2天都找不着它。